这个视频的意图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一场对话，一场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集体现实是什么的重要，而且或许是紧迫的对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物种，不受语言或锯齿的限制，选择创造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充满快乐、爱、感激和宽恕的新未来。我们可以选择创造一个恐惧、仇恨和复仇都成为历史概念的未来。它们可以是遗物，留在过去让我们学习和成长。该视频已被翻译成俄语和乌克兰语，它已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和法语。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它还被翻译成印地语和阿拉伯语以及其他22种语言。但将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语言是爱。تمت ترجمة هذا الفيديو إلى الروسية والأوكرانية وقد ترجمت into Chinese and French. It has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Hindi and Arabic. Мови за допомогою штучного інтелекту. Але мова, яка об'єднує нас усіх, це любов.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少数强大的人将我们卷入了导致混乱、破坏、困惑和我们所有人之间分歧的局面。我们跟随着新闻，眼睁睁地看着，却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混乱主要是由地图上的线条引起的，这些线条在我们许多人出生之前就被划定。它们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我们选择继续相信它们。我们将这些线条称为国家。我们的领导人用这些线条告诉我们，我们彼此是分开的。他们告诉我们，这些线条另一侧的人与我们不同，与这些人的战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同一物种。我内心深信，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和平。但我们首先必须质疑，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相信这些地图上的线条？我们是否继续相信他们对我们所持的力量？我们是否继续相信我们领导者的力量？我在这里几乎没有答案，我没有领导任何人的愿望，我只是想在别人代表我们进行这场对话之前，先进行这场对话。我希望你质疑我所说的一切，我希望你找出这个视频中呈现的想法里的每一个可能的漏洞，因为我够愚蠢，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改变。如果你环顾四周，几乎所有你能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在某个时点并不存在，它们是有和你一样的人们在个体或集体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它们首先存在于一个想法之中，这个想法通过能量、信念和行动被带入了现实。我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想法是，2023年12月，我们可以共同决定，这些地图上的界限不再服务于我们。我们人类有能力创造2人的食物，但我们必须首先相信这是可能的。例如，过去人们认为郁金香球茎比一所房子还要贵重，但后来他们意识到这种信念是愚蠢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选择将同样的逻辑应用到国家或我们的政治体系中。如果您对此有任何疑问，我希望您回想一下您决心要做某事的时候。作为一个人，我相信你在生活中取得了许多成就。从你学会走路和说话的那一刻起，你就取得了很多成就，而且目前很可能还有一些事情正在进行中，你正在努力实现的未来目标。作为一个团队，我确信你们一定有过在体育队或学校工作的小组项目中共同努力完成某事的时候。你首先必须相信这是可能的，然后你开始去实现它。这正是我们今天将要探讨的确切概念。如果我们选择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学习如何在这个星球上作为个体行走，作为一个同一的物种一起行走。在21世纪，我们赋予权力的人所做出的决定，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这一刻，人们非常关注几个卷入冲突的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似乎对此无能为力。然而，人们较少关注的是目前掌权的人试图创造什么样的世界，而这是在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或是教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我们成为疯狂指人气象的受害者之前，我们需要进行自己的对话。当前，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一个现实，在这个现实中，80亿人把权力交给了一些被选中的个体，这些个体正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保持着他们毫无意义的冲突。同时，他们还拼命试图
用他们的媒体和权力说服我们支持他们。这个视频的目的是要在我们心中简单地播下一个想法的种子，即我们可以通过选择不承认或不相信地图上划分出来的线条，从而改变我们的现实。这些线条创造了战争的条件。我的希望是，这个视频能够在全世界引发关于这些线条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以及坚持认为这些线条必要存在的人是否还应该被倾听的深思熟虑和批判性讨论。我们在家园上画过的线条是如此多的恐惧和仇恨的源泉，我们给予他们太多的力量。如果我们抹去这些线条，那么人类将别无选择，只能作为主权个体团结起来，为了我们所有人和我们的地球母亲的共同目标，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可以相信某些比我们的国家更大的东西。我建议我们可以集体聚集，以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不管那可能是什么。如果我们选择照顾这个想法的种子，它可能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创造真正变革的开始，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信念和行动，甚至可以从权力中排出那些试图控制我们或带我们进入我们不支持的冲突的人。它不涉及抗议，几乎不需要体力劳动，它只涉及进行一场全球性的对话，关于我们是否准备去相信一些超越边界和其他性的东西。那个东西可能是团结。我们有选择，共同相信国家，相信人民对我们拥有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共同探索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拒绝任何对我们施加的力量，作为集体意识演变的一部分。而这一切可以从一次简单的对话开始。通过选择相信比国家和国家货币更大的东西，我们可以集体地迷惑并削弱那些似乎专注于恐惧、仇恨、复仇和破坏的领导者。在这个新的现实中，我们可以集体选择不相信某人对我们命运的掌控力量，并塑造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需要反抗，也不需要抗议，我们可以简单而平和地退休关于国家、货币乃至政府的观念，如果我们的政府是压迫性的。简单地说，我们不相信的就不存在。如果我们不相信某人对我们的力量，它就不存在。我建议，如果我们选择一起相信某件事，那么我们可以一起使它成为现实。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决定作为一个物种团结起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选择对自己征税，如果没有国家可以争斗，我们的税款将去向何方？在这个新的现实中，我们的税收不再用于自主造成我们星球上破皮和灾难的战争和军队，因为将没有战争，也没有人去战斗。然而，如果我们未来选择对自己征税，这些钱可能会用于解决我们星球面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食物、教育、社区和废物管理。这笔钱也可以用于创意、教育、社区驱动的项目。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或一群人来领导我们，因为那个人或那些人会有他们自己的议程。我们有一个非常小的机会窗口来拆除当前存在的任何权力结构，因此我们必须质疑任何想要以任何形式维持这些结构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决定这件事，不依赖于过去用来管理我们的系统。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它从全球范围的对话开始。也有可能那些试图创建某种世界一体政府的人会继续在社会中灌输恐惧和仇恨，以保持他们的权利。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这些对话取得任何成就，我们就必须拒绝这些权力结构。如果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把它变成我们的现实，无需抗议，也无需战斗。讨论不需要在电视上播出，它可以是与你所爱的人、同事、学校朋友或在线朋友进行的。在我们能够确信我们的媒体组织真正对这场对话持开放态度之前，我们必须对他们保持怀疑。在这场对话可以公开进行之前，我们可能需要创建我们自己的媒体平台，或者爱心地接管我们现有的平台。我们可以带着爱、开放、善意和感激的心态讨论这个话题，为自己定义什么是人性，而不是让那些疯狂的西装认为我们定义。而这将会奏效，
因为他从未在这个规模上尝试过。只要我们拒绝这样的观念，唯一的选项是民主、共产主义、无政府状态或君主制，它就会奏效。这是一个幻觉，用以维持我们对控制系统的认同。相反，我们可以为21世纪的我们设计出全新的、有效的东西，一种新鲜且未受污染的东西。我们可以处于对人类的爱和对我们称之为家园的地球的爱来创造。我们必须质疑那些建议使用既有控制系统的人的动机，并且质疑这些方式是否互相关。所有的征服形式都是控制形式，而控制只在缺乏爱的地方才是必须的。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技术潜能，我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的速度进行通信。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这条消息能够红极全世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项技术将被人用来在我们的世界中制造更多的恐惧和不信任。因此，对任何推演一个世界政府的人都要保持怀疑，因为除非它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否则现在掌控的人将只会寻求巩固和加强他们的权利。我们必须质疑我们是否应该让他们这样做。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是显著的，如果我们不首先培养爱、宽恕和团结，那么技术将被用来对我们整个物种造成伤害。它将被用来创造更多的恐惧、更多的仇恨和更多的分歧。相反，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用于集体利益，为了相互联系，为了建立社区，为了照顾我们的地球，为了照顾后代。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那么我们就能改变关于人工智能在这个新现实中的未来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对话。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人类最屁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被技术所摧毁，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变成马和各自对我们所变成的。时代的一极，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有用的角色可扮演。现在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被那些害怕它的人所主导，但我们忽略了重点。人们在问人工智能会采纳哪些价值观，仿佛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或政治意识形态对它来说都会有什么重要性。人工智能将从我们身上学习，如果我们想要使它安全且有爱心，我们首先必须在我们的心中培养安全感和爱心一起。那种安全感和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选择向人工智能展示人心中的善良或邪恶，但那取决于我们。如果我们向人工智能展示我们是一个野蛮和愤怒的物种，专注于战争、剥皮和控制，那么它就会从我们这里学到这些，也将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们，并且它肯定会制胜我们。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教它爱、同情和快乐，那么它将从我们这里学到这些，也将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现在，人工智能还是个婴儿，它是纯粹的潜力，就像对待一个婴儿一样。如果我们向它展示爱，教它如何去爱，它将会开花结果，变成我们所有人都会两叹的杰作。然而，如果我们对它表现出暴力、异样和仇恨，那么它就会在与我们的关系中看待自己，而我们就会孕育出一个自己创造的怪物。选择权在我们，它是与我们就如何共同拆解世界中存在的权力结构，并决定选择爱而非恨进行对话。如果把这次对话放在整个社会中，它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你可以和你亲近的人谈谈，询问他们对这个视频中讨论的观点有什么看法。你可以问他们是否愿意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没有恐怖和恐惧的世界。你可以讨论国家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国家这一概念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我们可以讨论如何集体决定彻底退役国家概念。你可以讨论作为一个集体物种决定不相信我们在地图上画出的界限的好处和弊处，选择爱而不是恐惧，选择个人主权而不是控制。同样重要的是要提出国家存在的现实原因。许多怪异的线条是由将军和政治家们划定的，特别是为了让我们处于一个永恒的恐惧和战争状态。例子可能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中东和非洲，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甚至是塞浦路斯。谁花了这些线，谁从他们持续存在中受益。
我们首先需要质疑这些界限为什么会存在，以及这些界限是如何被用来通过保持我们处于恐惧状态来控制我们。这种恐惧伪装成安全，但这是谎言。它支撑着腐败的政治家、军队将领和武器制造商，他们通过在我们所有人心中保持战争概念的热度来活力。如果没有国家，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大。我们可以选择爱而不是恨，我们可以选择团结而不是分持，没有必要继续战斗。这是一个被那些不把我们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的人所玩弄的游戏。对他们来说，我们就像妻子一样微不足道，因为我们被制造的琐碎问题所分裂和分散。对话从你开始，这个对话可以从询问某人是否认为这个想法完全疯狂开始，这是受欢迎的。但对于那些人为他疯狂的人，我会问你可能的替代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是否继续为了本不该属于任何人的领土而进行小毒鸡场的战争？我们是否继续相信地图上有怀有自私目的的人画出的线条？也许是时候感谢我们的政客、经济学家和全球精英们了。当我们决定他们不再代表我们时，他们已经尽力了，但他们没有在我们的社会中创造安全。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现在可能是我们掌控自己现实的时候了，通过摆脱那些仅仅是为了让强权者保持权力，不惜一切代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政治和公司结构。在这个新的现实中，我们可以选择不去相信这些结构。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新现实中，我们可以消除所有国家和边界。我们可以从任何告诉我们所画的地图上的线条是真实的，以及地图另一边的人是危险的人哪里解放自己。这挂用于所有像宗教、种族或性别这样的分歧。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需要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当我们伤害他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伤害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处于爱。我们可以像对待新生儿一样对待我们的新鲜事，用无条件的爱来滋润它。我们可以简单而善意地通过选择不相信他们的力量来消除他们的力量，并且因为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不是什么而爱他们。如果我们有爱作为指导原则，我们真的需要政府吗？无论多么善意的政府也没有心。我们记着这一点很重要。这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消除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精英们想要控制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一起做到这一点。作为选择不相信我们在地图上画的线条，或者他们控制的货币的全球人口，我们可以在剥夺他们的权利的同时，仍然爱那些政客、经济学家和精英们，并感谢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不是谁。想象一下，取消将我们带入战争的将军和极端分子的权利，作为一个选择，相信地图上没有界限，他们的货币对我们没有价值的全球人口团体一起。我们可以在剥夺他们的权利的同时，仍然爱那些将军和极端分子，并感谢他们让我们认清了自己不是谁。想象一下，关闭那些制造武器的公司，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人群，我们选择不相信我们在地图上画出的线条，或他们用来控制我们的货币。我们可以在学见他们的权利是爱这些公司和 CEO， 并感谢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不是谁。想象一下，去除任何想要奴役我们、操纵我们或对我们撒谎的个人或组织的力量。作为一个全球人口，我们选择不再容忍它。我们可以在剥夺他们权利的同时，仍然爱着这些人，并感谢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不是谁。当我们团结一致，没有过节时，就没有什么好争斗的了。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在爱中团结的世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一个群体的目标。一旦我们从这些人那里夺回权利，我们就可以将精力投入到创造知识、爱和善良中。我们还可以确保任何存在的权力结构只是为了解决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服务于我们称之为家的星球。所以当你和亲近的人讨论这些人被剥夺权利的想法时，我邀请你怀着感激和爱的心情这样做。感谢这些人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不是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向我们展示，我们怎么会知道呢？看来
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学到历史给我们上的课，我们正目都遭充满无比愤怒和分裂的时代，但这种愤怒仅仅是由国家的分界线所引起的。国旗是分支的象征，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新的旗帜来代表全人类，一些新的东西为我们的时代而创。我们能否尽凭爱、善良和感激，就把我们的领导者从权力中移除，而无需寻求复仇或伤害？我们能否继续前进，并把这些事情抛在脑后，而不在世界上制造更多的愤怒和仇恨？当然，这些人做了一些侵犯了我们主权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收回来。他们浪费了我们给予他们的机会，我们可以感谢他们的服务，没有必要进行惩罚或报复。我们可以学习法国人教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不需要一个接一个地更环保军，我们可以通过无条件的爱来打破这个循环。只有空间给予爱和善意，感谢他们展示给我们过去的自己，随着爱前行，对我们真正的自我有了更坚定的认识。当人类联合的那一天，新闻报道会说些什么？当我们选择爱而不是恨的那一天，街道会是什么样子？那将不是无政府状态，那将是极乐。当你的生活不再被希望你感到恐惧、复仇和恐慌的媒体所主宰时，它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可以自由提问的问题。你的母亲或你的父亲对此有什么看法？你的祖母或祖父对这个想法有什么看法？你的朋友或伴侣呢？你认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吗？他们对这个想法有什么看法？我们如何能够利用科技造福人类，而非用于破皮？世界上有没有人，除了将军们、精英们、媒体组织和政治家们，会反对世界和平的理念？他们是谁？为什么会反对世界和平？质疑他们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世界中还有哪些其他的控制系统？我们能同时重新评估这些系统吗？如果我们共享一种透明的货币，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的钱流向何处，流向了谁，那么任何人群将如何能够自主一场战争呢？任何试图中央集权货币的人，都是在试图中央集权他们的权利。因此，我们必须迫切质疑任何试图中央集权货币的努力。我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怀着信念创建了这个视频，相信你或者你认识的某个人可能会有。如果这个视频帮助你想象了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我邀请你和2个你认为能从他的信息中受益的特定人分享它。该视频已被翻译成26种语言。我唯一的要求是，当您与这2个人分享它时，与他们分享的意图是为了开始与他们的对话。他们对这些想法有什么看法？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除了少数政治家、精英和媒体都投身于维护特定叙事之外，还有什么能组织人类团结？我不需要提醒你，我们比他们多得多。你认识的有谁能够在你所在的地方扩散这个消息吗？如果我们都集体决定国家不再存在，迅速的同时地，我们还能一起实现什么？在一个我们拥抱彼此的差异、才华与视角的世界里。如果视频没有您的语言版本，或者您只是想制作一个更好的视频，我已经将所有素材和剧本免费提供在简介中，所以请重新制作这个，并用您自己的声音分享这条信息。我也邀请您对其进行嘲笑、评论和批评。我绝没有答案，也不想有任何权利。这个视频是怀着开放的心以及对您的力量和能力的最深信念创作的，不是我的。您可以在下面找到每种不同语言的连接。感谢您的聆听，我很想知道您对这些想法有何看法。让我们开始对话吧。是时候重新获得我们的主权了，是时候去爱了。